蹭饭规则，我们小两口不会做饭，吃外卖吃得快吐了，每次闻到小区里饭菜非常馋，所以提出蹭饭申请。要求一：周一到周五，中午1人，晚上2人，记得送到1502门口。2：至于餐费要比外卖便宜。3：我们不挑食，不吃洋葱、苦瓜和鱼腥草，其他的都可以。4：以后到了饭点儿，我们会到做饭最香的那家敲门，希望大家自觉配合。这规则也太奇葩了。本以为这只是无聊邻居的恶作剧，可没想到作为美食博主的我，搬来的第1天就被他们盯上了。我刚想搬着锅碗瓢盆走出电梯，就恰好遇到了1502的奇葩小两口。我本不想和他们接触，可没想到他们却主动凑了过来，两眼发光的看着我手上的厨具。你是新搬来的邻居吗？两人现在和我没发生什么矛盾，我也不能不回话。对，今天刚搬来的。听到我的回答，两人显得更加兴奋。你这么多餐具，你一定很会做饭吧？说着，那女人就准备过来拉我的手，我最讨厌陌生人的触碰，便快速的躲开。不会做饭，我就是单纯觉得好看。见我脸色不好，女人也突然变得不耐烦。不会做饭，买那么多厨具装什么呀？现在是流行厨源了吗？男生也在一旁附和。可能真的是吧，你看他穿着也不简单，肯定要不少钱，谁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两人的声音很大声，分明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我不停地安抚着自己即将发怒的情绪，狠狠地回了他们一个白眼。一进家门我就开始忙碌起来，因为搬家一直没更新，不少粉丝都在催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赶紧准备好食材，开始拍摄。可没想到我刚做好饭菜，门口就却传来砰砰砰的砸门声。我趴在猫眼上往外一看，竟是1502那对小两口。想起他们之前的言论，还有电梯里的蹭饭申请，我只给房门打开了一条缝隙，可还没等我说话，两人就想要闯进来。有什么事在这里说？我死死地拽着房门打量着他们。你没看到电梯里的蹭饭申请吗？看到了，那又怎样？看到了还不让我们进去？我们可闻到了你家里的饭菜香。女人也在一旁叫嚷。之前你还说你不会做饭，现在你只要乖乖做饭给我们吃，我就大方的原谅你。事实证明，有时候你不计较的话，在别人眼里就会被视为不敢、懦弱。我又不是你爹你妈，你吃饭关我什么事？要饭到其他地方去要，别影响我心情。说完，我直接将门关上，不顾两人在门口的叫唤。行，既然好话不听，那就不要怪我们了。听着他们的威胁，我内心毫无波澜。然而第一口饭还没放进嘴里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加我的人一共有2人，都是从业主群里加的。1502，新来的，我给你次承认错误的机会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，拒绝我们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1602，妹妹，我你邻居，你刚来可能不知道，他俩是我们这楼出名的难搞呀，你小心他们对你使诈。我直接拒绝并拉黑了1502，同意了1602的申请。谢谢你的提醒，他们这样已经很久了吗？是呀，他们去年来了就开始蹭饭，很难缠，一旦有人拒绝他们，那他们就会找各种方法恶心人，3番5次的，报警也没什么效果。他们这么嚣张，这么恶劣，谁说不是呀？他们会在半夜敲门，往别人家门口倒垃圾，见人就吐口水。每次报警他们认错的态度都很好，可警察一走他们就恢复原状，只要他们在家，整栋楼的人都不敢做饭。说完1602直接拉我进了一个群，群名就叫1502今天出门了吗？群里大多都是50、60岁的人，年轻人很少，再加上1502根本不要脸，整栋楼几乎没人能和他们对着干。见我进群，群里的长辈纷纷劝我千万不要和他产生矛盾，但我一直有一个观念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只要别惹到我，什么都好说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他们就对我下手了。早上我几乎是被一股异味臭醒的。作为一个美食博主，除了饭菜要做得好吃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家里的卫生，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很久。所以这股异味不可能是来自家里的。想起对面1502对我放的狠话，顿时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顺着味道来到了门口，发现越是靠近房门，味道越是很臭。我一把打开房门，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那股恶臭直接掀翻我的天灵盖。只见门口堆满了吃剩的外卖、用过的厕纸，还有烂掉的蔬菜和臭鸡蛋。而对门的1502的2人也正巧开门，正靠在门边嗑瓜子，仿佛地上的东西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哟，这么多天不出门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。你看你家门口这些垃圾，还不赶快收拾了，简直影响大家的生活。我冷眼看着嘚瑟的2人，面无表情地提起面前的垃圾，直接丢到2人的身上。2人一边大叫一边躲闪，我3下5除2地将地上能捡起来的东西都朝着他家丢了进去，而且我还趁着他们大叫的时候，将臭鸡蛋塞到2人嘴里。一天就想吃别人家的饭，来吃啊，我让你吃。我将手中剩下的鸡蛋砸在他们身上，整个楼道里臭气熏天。2人的尖叫声响彻整个楼层，楼道中的声控灯纷纷亮起来。你有病啊！女生一边大喊着，一边不停将嘴里的臭鸡蛋吐出来。男生被熏得完全讲不出话来，整个人都坐在地上，不停用手抠着自己的嗓子眼。其实我也很想吐，但我还是忍住了，毕竟气势要在。男生对着我一边干呕一边放狠话，可对我来说，他说什么都不重要了。既然想恶心别人，首先自己就要忍得住，不怕恶心。很显然他们俩没我能忍。
然而我刚进家门也开始干呕起来。洗了2个小时后，我的身上终于没有了那股恶心的味道。但回想起2人的嘴脸，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而且他们能横行霸道这么久，可见他们的手段肯定很脏。既然已经撕破脸了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了。于是我立刻打给了通讯录里唯一的朋友向云，和他简单说明了我的诉求后，他让我给他一点时间，很快就能查出我对门2口子的信息。挂断电话，我便发布了一条停更通知。然而刚退出软件，我就收到了向云发来的资料。我只扫了一眼，就大概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在小区里这么理直气壮了。2人的父母本就不是什么好人。看到这里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既然都是烂人，那我还真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。正当我思索着怎么教训2个人的时候，我家的大门却再次被人砸响。从猫眼看去，门外站着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，可怖的刀疤从嘴角延伸至耳后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他敲门敲得很急，但我并没有这样的朋友，甚至也不认识这样的人。可当我看到男人身后的1502后，我欣喜若狂。既然你们主动送上门，那可就不要怪我了。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急匆匆地下了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众人的表情十分严肃，杂物间里砰砰砰的响动代替了回答，门也被砸得摇摇欲坠。他怎么了？我紧张地问。门后的女人突然发出一阵低沉的嘶吼，突然一只手从门中央砸出一个洞口伸了出来。陡然间，我看到她手腕上黑色的伤口，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她被丧尸咬了。我不可思议地望向小刘，他看出我的疑惑，艰难地点了点头。不会吧？我几乎崩溃地否认，女人这几天的隔离并没有异常啊，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？一想到之前收到的消息中有讲丧尸会隐藏在人类当中，我顿时感觉毛骨悚然。难道和我朝夕相处的这些人中一直隐藏着一个丧尸？我抬头小心翼翼地瞄着众人，脑子里乱极了。女人越发的暴躁，开始破坏砸出来的那个洞。众人卖力地开始加固房门，我依旧警惕地观察着他们，但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：难道是我想错了吗？等等，这个屋子里还有一个人被我忽视了。是他。我忽然想起小萝莉到现在为止都没下楼，她不可能没有听到动静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身后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，猛地转过身去，小萝莉一脸不悦地从楼上走下来。一早上乒乒乓乓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可是个病号。小萝莉盛气凌人地抱怨。那女人被感染了。我快速说完这句话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什么？小萝莉似乎没听清，不耐烦地问。她变成丧尸了。我指了指杂物间的方向，小萝莉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，嘴唇微微颤抖。我早就说不要让这个女人进来，是你们不听劝。你们要死可以，千万不要拉我垫背啊！没过一会儿，3个男人已经将门加固完毕，个个汗流浃背。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萝莉眼神忽闪。我怀疑我们当中有隐藏的丧尸，而且昨天半夜我有看到一个人影靠近杂物间。眼镜男吐出一句话，让众人纷纷都盯向了他。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？那不然说下昨晚上大家都在干嘛好了。我昨晚上一直在床上打游戏，期间去了几次厕所。大男孩说完，指了指他用纸盒搭建的简易床。你没靠近过杂物间？小萝莉狐疑地打量着他。没有。你说谎！昨天半夜我看到那个人影之后，四处打量，只有你不在床上。眼镜男笃定地说。大男孩一愣，随即挠了挠脑袋。那也算吗？我就是找充电器路过而已。你的充电器怎么会在杂物间附近？除非你之前去过。小萝莉咄咄逼人。我还听到了你和女人的对话，你问她想离开吗？眼镜男又补了一句。瞬间，众人看大男孩的眼神变了，戒备又带着一丝恐惧。我真的比窦娥还冤。昨晚我充电器不见了，就四处找充电器，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杂货间的门口。我还纳闷呢，那女人问我什么时候放她出去，她家里还有3岁大的孩子，我就随口问了一句。大男孩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要我说，你的嫌疑更大。我看到昨天白天你和女人称姐刀妹了呢，那女人还给了你一包东西，没准你就是那手把她给咬的呢。大男孩话锋一转，矛头直指小萝莉。胡说八道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小萝莉一下子激动起来，叉着腰恶狠狠地警告大男孩。你先解释解释，在门口和女人都干了什么？大男孩不甘示弱，面对众人警告的目光，小萝莉认命地低下了头，说出了真相。女人看到小萝莉不停咳嗽打喷嚏，告诉她说自己那里有感冒药。小萝莉为了和对方套近乎，就喊了她几声姐姐，然后她就把感冒药给了小萝莉。我真的没问题，我发誓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让他给我对质。小萝莉委屈地指了指女人的方向。
杂货间里女人用身体重重地砸在门上。你说的轻巧，他现在这样，你觉得还有可能和你对峙吗？我抬了抬下巴，用眼神点了点女人，大家看向小萝莉的眼神更冷了。你有什么权利说我？这群人里你的嫌疑最大，因为每天是你给他送饭，和他接触最多，随时都有机会下手。你这么热情的让他进来，该不会想给自己多备一份食物吧？小萝莉嗤笑，几道利剑般的目光又齐刷刷射向我。我还来不及解释，一个重物向我袭来，我的眼前一黑。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我头顶吃痛，眼前一黑栽了下去，好在有人接住了我。迷迷糊糊间听到小刘呵斥：“你干嘛？为什么要动手？”这不能怪我，谁让当初他开窗把我冻感冒了？再说了，他极有可能是丧尸，我这叫防患于未然。小萝莉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原来是他袭击的我。”我在心里愤恨地问候了他。每个人都有嫌疑，你却偏偏攻击他，你这不地道。神经有些大条的大男孩都看不下去了，替我争辩。切！痛感终于过去，我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盯着小萝莉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你凭什么怀疑我？别忘了当初是谁让我去送的饭。”女人被关后，她的一日三餐需要有人送到门口。小刘主动说他负责送饭，小萝莉和眼镜男都提出了反对，理由是他和女人算是熟人，小刘极有可能心软把女人放出来。大男孩说他可以去，也被小萝莉给否了。他担心女人是进化的丧尸，大男孩很单纯，极有可能被骗。小萝莉打量了众人一番，最终把送饭的事情交给我，美其名曰我胆大心细有担当。虽然知道是小萝莉故意针对我，小刘感激的目光却让我违心的点了点头。小萝莉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连翻了几个白眼。他的一日三餐的确由我负责，不过每次送饭都是在大家吃饭前，我是在众目睽睽下走去杂货间的，每次逗留的时间都不超过2分钟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反驳道：“反而你莫名其妙的打我，不就是让我替你背黑锅吗？”我没有！小萝莉尖叫：“你的确有贼喊捉贼的嫌疑。”眼镜男推了推镜框，冷眼看着他：“戴个眼镜真把自己当柯南了？”小萝莉冷哼一声：“你说我有嫌疑就有嫌疑了？你算老几？我还觉得你长了一张丧尸脸呢。”小萝莉就像疯了一般，逮着谁对谁，叫嚣着让眼镜男坦白他这几天的行动轨迹。眼镜男皮笑肉不笑地弯了弯嘴角，说出了一个好字：“我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拆快递和打电话，现在你们的食物和水也都是我拆出来的。”眼镜男说完这些，平静地扫了大家一眼。小萝莉抠了抠手指，尽管脸上写着一丝不屑，也没有开口反驳。我和小刘没吭声，等待着他的下文。眼镜男停了几秒，继续开枪：“我每天都希望可以联系救援队，因为我老婆快生了，她一直联系不上。我比谁都渴望这场灾难快点结束。”眼镜男的声音中带着一些哽咽：“大哥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”大男孩被狠狠地共情。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眼镜男，他的表情天衣无缝，看不出一丝破绽。他也不是丧尸。接下来还剩下小刘，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了他。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！”小刘连连摆手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薄汗，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承认，之前偷偷去看过嫂子，我是动过想放她出来的念头。毕竟她是大黄的老婆，我和大黄一起工作了5、6年，平日里他把我当亲弟弟一般看待。现在大黄出事了，我要是对嫂子再袖手旁观，也太不是人了。”小刘说着有些难过，眼泪险些掉下来，他赶紧用手背蹭了蹭。根据小刘描述，他一共看望过女人2次，给她拿了点水果和饮料，安慰女人一切都会过去的，让她别灰心。看他光明正大的就好了，为啥要偷偷摸摸？你就是做贼心虚。小萝莉又来了精神，开始攻击小刘。小刘不满地看了一眼小萝莉：“现在物资紧缺，我就是怕别有用心的人拿这个大做文章。”哼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小萝莉阴阳怪气：“我发誓，真的不是我。如果我是丧尸，我会对嫂子下手吗？”听到这，所有人都噤了声，只剩下小刘不停地喘着粗气。一场争论后，大家不欢而散。关于谁是丧尸的问题依旧没有一点头绪，每个人都紧张兮兮，敌视地看着彼此。夜再次降临，我躺在沙发上辗转难眠，这份恐惧比刚经历丧尸时更可怕。模糊间，那个黑影又出现了，我正打算喊人，他身子一闪，再次消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，小萝莉背对着我睡得很熟，丝毫没察觉到异样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沙发，小心地站在楼梯上，弯腰向1楼张望。3个男士都在各自的位置睡着，大男孩甚至还在打呼噜。我的心里乱极了，抖着双腿回到沙发上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脸上一阵阵发凉，竟然有液体滴在皮肤上。我的心里一惊，猛地睁开眼睛，一张清白的脸出现在头顶，两眼无神地盯着我。冰冷的液体滴到了我的脸上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一张清白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眼前。你干嘛？望着小萝莉清白的脸色，我惊声问，但她依旧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低声呜咽着。我意识到不对，警觉地从沙发上迅速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和她拉开距离。她变成丧尸了。下一秒，小萝莉就像疯了一样向我扑来，快来人，救命！我一个闪身躲过了她，声嘶力竭地冲楼下喊，快来人，小萝莉变成丧尸了！就在我下楼梯时，小萝莉顺势扑在我的身上，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绝望地闭上眼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刘和大男孩及时出现，直接控制住了小萝莉。小刘关切地看着我，我想告诉他自己没事儿，可一开口，眼泪再次流了出来。别哭了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大男孩故作轻松地冲我挑了挑眉，小萝莉猛地用力，差点挣开束缚。我的天，他的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大男孩惊讶不已，小刘的表情也很难看。两个男人被他带得东倒西歪，眼看着距离窗户越来越近，我灵机一动，急忙将窗户打开。小刘和大男孩看到我的举动，瞬间明白了我的意图。不知道他疼不疼？大男孩的这句话让我哭笑不得，我扯了扯嘴角，眉头却又皱了起来，左手一阵发痛，手心不知何时多了一道口子。你被他咬了？小刘抓着我的手腕，压抑地问。不是吧，又来一个！大男孩一下子跳起来，和我拉开距离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坚决地说，不是被咬的，真的？应该是我刚才在窗台划伤的。我看着伤口的形状，大胆地推测。大男孩猜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把腿靠近窗边，在看到窗台玻璃碴子上的血迹后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但随后他又疑惑地皱着眉。奇怪，这玻璃明明是好着的，这玻璃渣子是哪里来的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玻璃渣子。小刘又看了一眼窗户，那他真的是潜伏的丧尸吗？我还来不及说些什么，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眼镜男跑了上来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跑得很匆忙。小萝莉变成丧尸了。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不着痕迹地看着他，眼镜男的眼里闪过一丝金光。我早就怀疑他了，藏得还挺深，开始我就觉得他不像好人。眼镜男咬牙切齿地说，但当我看到了他镜片上的裂痕后，不由得心头一颤。你刚才为什么没有上来？你的眼镜怎么了？我看着他的眼睛问。眼镜男瞟了我一眼，迅速解释说，我在上厕所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你是在等着我们都被咬吧？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如果没猜错，你就是我们之中隐藏的丧尸。大黄老婆和小萝莉都是被你咬的。胡说！那为什么你的镜片会出现在窗台上？之前在窗台上看到的黑影也都是你吧？这都是你的猜测，你把证据拿出来呀！眼镜男冷笑，想要证据是吧？给你。我猛地把手伸过去，突然想到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丧尸遇新鲜血液会发疯的新闻。刚小刘和大男孩在看到的时候毫无反应，那就只剩鲜红的血液又一次从我的手心里流出来。眼镜男看到血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定格，然后强行把头扭向一旁。你怎么了？不敢看？我再次把手伸到他的眼前，眼镜男却一下子闭上眼睛，艰难地说，我晕血。他的嘴唇肉眼可见的变得苍白无比。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，眼睛里写满了戾气。果然是他。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眼镜男突然以极快的速度朝我扑来，幸亏小刘手疾眼快地挡在了我的面前，拼尽全力将挣扎的眼镜男推出了窗外。刘哥，你的胳膊！惊魂未定的大男孩突然吼了出来，顺眼望去，小刘的胳膊上有一道很深的牙印，慢慢渗出了黑色的血迹。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着急的不知所措。刘哥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大男孩也红了眼眶，微微颤抖着。你们别怕，变异应该还有一会儿吧。小刘故作轻松道，顺势将自己的身子靠近了窗户。很抱歉，没有照顾好你们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短短几分钟时间就经历了生死离别。我不是圣母，可这么久的朝夕相处，我早已把他当做了亲人。他不光收留了我们，还一直都为我们无私奉献着，而我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，内心痛苦不已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和大男孩继续生活在驿站里。昔日热闹的驿站变得格外冷清。一日，我们正在拆快递，门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我和大男孩戒备地看着彼此，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。我们是救援队的，屋里有人吗？你们已经安全了。这句话在我的梦里出现了无数次。我们踉跄地跑到门口，玻璃窗外站着穿着救援服的人员。
当我再次走到了驿站门口，大男孩在门口往车上搬着快递。姐，你来了。哦，之前还没拆开的快递我现在送去，但拆开的那些快递你还要再核对一遍，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主人。没问题，刘哥交代的事情必须圆满完成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们都愣住了。几秒后，大男孩惊喜喊了一句：姐，你看，路边的树都发芽了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淡淡的绿色映入眼帘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满眼都是眼前的景象，好喜欢这温暖的感觉，仿佛一切都充满了希望。